Hello，大家好，我是郭有才，一个比特币的老玩家。今天这期视频呢，我打算讲三件事情。然后第一件呢，先讲一下比特币的行情。比特币行情呢，我们看到这个图啊，是在上一个视频里面给大家绘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图。然后当时呢是有说，我会比较倾向于比特币的价格会再去到这个就是斐波那契上升通道0的位置，就是再继续往下跌了。那我们从这根黄色的这个箭头看到，其实基本上是到达了。我特意去看了一下这里这个位置，就是最低点是到了37702，现在看的是币安的4小时的 BTC 的图啊，最低点呢到了37702，那这个37702呢，距离这个0的位置大概是37220，就是377和372了。那其实它的距离只有1.3%，有一个 Discord 里的群友就问我说会到0的位置，那现在到底算不算？他问我的时候，大概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左右啊，他问我是不是，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你不用太在乎那1%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如果你觉得。如果你看到它已经到了像这样的位置了，它已经到了这样的位置，你就可以认为它已经到达了0的位置了，不会那么精确的。就像你看这里，比如说我们以这里为一个我们去判断的点位，判断比特币价格它会涨或者跌到这个0.236的一个点位，这根白色线是0.236。如果这样的话，那像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一段这样的一个波动，它都是合理的，并不会有那种那么神奇的方式说，我每一次它都可以刚刚好，价格就在针尖上就在价格的针尖上，每一次都在针尖上，不可能的。这个线所谓这个点位呢，斐波那契点位，它给的其实是一个范围，或者说一个它有可能会到达的这样的一个点位，一个价格的点位，那其实到了它附近，比如1%的位置，你都可以认为它是已经到达了。那对于做杠杆的朋友来说，如果你有加杠杆，你有去放大你的这个资金倍数的话呢，那你一定要注意，就是你的杠杆一定要尽可能的低。一旦你杠杆大了，你就很难去承受这种有一点点误差的情况。比如说，如果你开的是50倍或100倍，那你这种1.3%，假设你是100倍全仓，那你就有可能会没掉，就是这样子所以这里也再提醒一下，但凡做交易，请不要开高杠杆，那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就像现在有一些博主会去尝试直播高杠杆的交易、实盘的交易，我自己也尝试了一下确实还有蛮多人在看的，会比我去打游戏的话看的观众多得多。但是对于每一位交易者来说，你自己一定要千万注意这个风险。高杠杆的交易呢是很难把握的，很容易就亏很多钱。你们应该看过别人实盘亏钱，包括我自己，大家也会在我的 Twitter 或者什么上面看到我有去发我亏钱的这样的记录，就一定注意风险，不要上头，不要高倍的杠杆去说哈。建议呢就是控制杠杆在10倍以内。那说完了这个跌到这里，跌到这个3772之后呢，那其实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看出来，这个空头的量能呢是有所收缩的。就你看这个量能呢是有所收缩的。那有所收缩之后呢就有一定小小的反弹，然后在随后的第2个4小时呢是反弹了稍微比较大的一个距离2%这样子，就是我说的这一根线。然后之后呢进入了一个震荡，这里面注意有一个很具有迷惑性的一根量能，就是这一根就是这一根到这个高度这个量能。这个量能为什么很有迷惑性呢？因为它在 K 线上的表现其实是一个十字星，一个十字星意味着什么？就其实传统理论跟传统的交易理论跟自然交易理论在这一部分的诠释，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就自然交易理论认为十字星呢，它就是一个势均力敌，多空势均力敌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在这种时候呢，最好的做法就是等待，不要轻举妄动，不要在这个时候去轻易的根据它去判断任何的方向。那自然交易理论会比较重看这个量能比较重看量能。在这个量能，也就是说这一根量能，其实你是可以从你的图里面直接忽略掉，
不去看它。所以当这个量走出来，空头量走出来这样的一个衰减的时候，你就应该稍微警惕一下，有可能多头会有一个反扑。事实上呢，多头随后走的一个量能啊，是一个很温和的一个量能，它是一个平行量能，而空头呢走了一个缩量的一个量能。空头缩量，它的一个很大一个前提是它在前面有放量去下跌，有放量就是空头有放量去用力这样子把价格压了下来。那随后呢，它缩量也很正常，因为就是经过一段的这样的下跌之后呢，空头会有一些会要平仓啊，它会离场，它会不继续发力啊，这很正常。那这样子呢，就会给多头一个反击的时间。那我们来看它后续的一个发展，就是我们有看到多头它是从价格从377一直这样子推到了397，现在是397了，是最低的时候是377。那么上涨上来2000多刀，对于比特币来说大概是5%这样的一个区间啊，从最下面到上面我们可以拉一下看看，5.6%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上来之后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一个很明显的地方，就是它速度很慢，它一点一点，经过2天的时间，上涨到了5.6%，然后它的量呢也是非常的温和啊，就没有那种突然一根爆量。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会理解为它有点像是多头，它在进行一个试探，它在试探看有没有可能在这样一个上涨过程中，空头呢就试探空头会不会在这个过程中去尝试反击。那目前来看呢是没有的，多头是没有尝试反击的啊，没有尝试反击。所以我会觉得接下来我们看的关键点位其实是这里了，已经离现在很近。它的位置大概是40200，距离现在的价格其实也就是1%啊，1%多一点点，1点几这样子，很近的一个距离。那我们接下来看什么呢？就是现在它已经快到了，如果它到这里的话，价格上到了这个402，其实你现在也可以当做它到了402。如果这一个4小时收线的时候，它出现了红色的这个量柱，也就是它变成了一个空头，变成一个下跌的这样的一个量柱的话呢，如果量很大，那么有可能这就是最近一个反弹的高点，它有可能就会在这个位置继续去往下啊。如果说这一个4小时它有去到达这个0.236，就到达这根线的位置，并且呢它呈现了一个多头放量状态，记得我说是放量，也就是说你能够看出来多头是一个这样的增量的量上去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接下来它就会继续往上弹，它会回到0.382，0.382是一个强引力位，所以这种可能性呢，在我看来是有可能发生的，而且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前提一定是你等完这个4小时，我们不用太着急，交易不是说每1分钟都是最好的入场时机。等完这个4小时，看看这个4小时会收成一个什么样的量。现在这个4小时呢，才刚刚开始1个小时不到，就是47分钟，所以再等一等，不用着急。OK， 说完这个 BTC 的行情之后呢，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GMT， 也就是 Step N 啊，它的名字叫 Step N 吧，对 Step N。那我想说它呢，是因为我看到它的价格呢，终于突破了4刀。这个4刀的价格在之前，就是它还在这里震荡的时候，3.2的时候，就有人在期待它去突破到4.2，但是那个时候很多人去做空啊。这个是我一直有人会问我，私下问我说要不要去做空这个，包括那天有人问我说要不要去打狗什么的，就我会想要说当这种大热门的币，它才刚刚出来没有很久，它是真的很热门，就变成了全世界都接受都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币的时候，它有应用场景，就不要轻易的去想说我要去盖帽，这种风险太大了，没有必要。这种案例你可以应用在基本上所有的这些数字货币的就 crypto 里的crypto 世界里的项目上面，不要轻易的去盖那种大热门项目，非常的危险，非常的危险。你对这种波动这么大，就是4小时波动就可以达到比如17%啊，甚至是它总共涨上来了多少倍啊？我看看，到今天应该已经有6倍了吧？
5、6倍了吧，就看你以什么价格来看，就我是以之前它震荡那段区间来看的，那它震荡那段区间来看已经有6倍了，当然有些人会看得更大一些，因为有些人会在更早的时候就进入这个 GMT 更关于早晚进入项目这件事情，我在上个视频里面其实是有去多讲几句的，但那个视频看的人不多，没关系我觉得之后这个世界就数字货币的世界里面还会有更多的项目会诞生。那怎么样子去鉴别一下这个项目？我说个很简单的逻辑就是这个项目必须有落地场景，有落地的应用场景，就这么简单。那落地的应用场景，它可以是转账速度，比如说钱包或者是它是一些基础设施，它是公链，比如说它是雪峰链它是 BSC 它是 Solana 等等，它会提供基础设施给到这些项目，或者说它是一个跟人们的日常生活应用结合在一起的东西，比如说这个跑步对，跑步就可以赚币。那后来也有很多的仿盘，比如说有跳高的还有游泳的，就很多这样的东西。之后一定还会有更多。那其实你去鉴别它，就是2个基本点，一个是你能够早期进入，早期看到这样的赛道，那你需要关注，比如多一些的博主或者是多去看一些新闻这个也是需要花功课的。当然，如果是博主的话，有可能直接就告诉你了这样子。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你要去看它的这个应用有很多是没有应用纯空气的，虽然有应用呢，它也不代表它的应用就可以未来成为主流，或者是真的就很有用，但是它必须是有一些应用的，比如它是游戏，它在游戏里面可以产生消耗，它在游戏里面可以产生一个经济体的循环，就它必须有这些东西。如果它纯粹只是一个去喊的东西，去靠别人去说的，甚至连收藏价值都没有的东西的话，那它就很难成为这种大热门。它有可能会有短期的剧烈的波动，它有可能是项目方拉盘，也有可能是粉丝把它给抬起来了，但是它很难去持续下去。但像这个 Step N 这种，它就大明眼人都能够看到，它就是把跑步结合起来，把跑步现在很多app， 就你手机上的 app 都能够去记录你的每天的步行的数量，或者跑步的数量跑步的步数等等，这些东西在我看来其实还有很多的概念是有待挖掘的，还有很多的概念是有可能去变成就是 crypto 世界数字货币世界里面的项目，它有可能会变成数字资产。那我说的也比较多，就大家之后保持关注就好。如果我有抓到一些新的行情、新的情报的话，我也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然后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的 Discord 社区，加入方法也很简单，你就用视频下方的这些交易所的注册链接注册之后，然后入金联系我的助理就可以免费的进入。注意是免费的进入。另外呢，我的所有的号只有一个，就是无论是 YouTube 的号还是 Twitter 的号，都只有一个，唯一，全部都唯一。我没有什么小号，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托之类的，就只有一个号。所以但凡不是我的号的，都一定是骗子。OK， 第三件事情我想要提一句的就是，有很多人，注意我用的词是很多人，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有很多人去问到我说关于跟单这件事情，自动跟单这件事情，其实之前我有去提到Bybit 它有推出来自动跟单这个功能就有提过，但是我没有详细的去讲它。我看真的有挺多人会有这个跟单的需求，所以最近我有在想，我没有想要自己去带单，完全没有。我是在想说，要不我去看一看市面上都有什么样的跟单平台，然后他们哪一些比较靠谱，就用户会比较信任，同时它的跟单的收益情况也会比较的稳定吧。就有个大前提就是跟单呢从来都不是一个稳定赚钱的方式，它依然有很大的概率会亏钱，但是也许你跟到一个不错的交易员，你跟到一个真的是不错的交易员的话，你有可能可以赚到钱所以我打算在之后的某一期视频吧，也许就是下一期或者是下下期，我去
挑一下，我看看有没有值得讲的这种平台，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OK， 今天视频呢就先说到这里，希望大家可以给我视频点赞、关注我的频道以及转发给你的朋友，然后也非常欢迎大家加入我的 Discord 社区。就这样，拜拜。